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80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看来耐克的 ZoomPods 库存终于使用完了。在 Freak 这一个系列使用了2年的 ZoomPods 之后，到了第5代，终于又回到了扇形 Zoom。之前我就说过，使用 ZoomPods 的篮球鞋，我绝对不会再测了。所以这一次第5代的 Freak 取消掉了 ZoomPods 之后，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借口再不去测这一个鞋款。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一双第5代的字母哥签名鞋，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在外观方面，整体的鞋型其实还是挺修长的，就是这一个配色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红配绿再搭上一块大面积的金色，真的有点一言难尽。但是我家领导觉得这一双鞋特别好看，还有他的小姐妹也说这一双鞋挺好看的。看来男生跟女生之间的审美差距确实还挺大。而倒钩这一个外观上面的小细节，在这一代身上也得到了保留，这一次放在了球鞋内侧的外底上面，藏得还挺深。中底使用了前掌的扇形 Zoom 加上全掌的 Phylon， 鞋面使用了大面积的皮质材料加上两侧的针织材料组合而成。在重量方面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单支42.5码的重量只有338克，真的非常轻质。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5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宽度比较正常，如果你的脚型偏宽，可以适当选大一个尺码，这样可以得到更好一些的穿着体验。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大底使用了大量的字母哥个人 logo 组合而成，在抓地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面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不管往哪个方向移动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并且它在吸灰方面的表现也没什么大问题。虽然纹路比较密集，但是大底的橡胶粘性并不高，对于灰尘的敏感度比较低，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打球，它的抓地力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下降，只需要时不时的用手去擦拭一下大底就没有问题了。在耐磨方面的表现只能算比较一般，虽然搭载了全掌的 XDR 耐磨橡胶，纹路的深度也非常可观，但是在前掌的纹路略微有一些偏细，而且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也只有65左右，并不是特别的硬，要用来打水泥地的话还是有一些勉强，不过打室外的塑胶场地绝对没有什么问题，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在中底方面，它的整体表现非常出色，中底的 Phylon 硬度适中，穿在脚上并不会感觉到特别硬，并且中底的一体性非常强，前掌的气垫几乎感觉不到，并没有网上说的那样气垫的存在感很强这种事情，不管是在跑动的过程中，还是在发力突破的过程中，都感觉不到中底气垫的存在。中底的厚度控制的也十分出色，在场地感方面的表现非常优秀，而中底合适的硬度加上 Zoom 气垫的加持，在发力突破的过程中，脚底下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出现，感觉非常直接，而且整体的中底过渡非常的流畅，中底的龙骨落差也控制的比较合适，不管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的球员，穿这一双鞋在跑动的过程中，跑动的感觉都是非常出色的，尤其是使用全掌跑动的时候，真的感觉特别的丝滑。而在缓震方面，它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能感觉到有一定的震脚感。虽然后跟并没有气垫，只有 Phylon 泡棉，但是它又粗又深的后跟大底纹路，以及后跟处这个三角形的开槽，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一点点球鞋的缓震表现。用大底的纹路来提升球鞋的缓震，这一点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耐克确实在设计方面还是有东西的，这一点不得不服。而且在中底的强度方面，它表现的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是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脚底下的球鞋在中底方面并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为什么我特意说它在中底方面没什么形变呢？因为它的鞋面在强度方面确实不太够用，在变向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鞋面会有点兜不住脚。如果能够把侧面这一个上翻至鞋面的这一块钩子的材料换成一个强度稍微高一些的材料，可能这一双鞋身上唯一的一个缺陷就能够被很好的解决掉，这一双鞋也能成为一双非常不错的实战好鞋。但是耐克并没有这样做，鞋面的强度确实有所欠缺。好在这一双鞋外侧前端的这个动态鞋带孔是一块很大的类皮质材料，拉紧鞋带之后，它的鞋面强度能够有一定的提升。虽然算不上特别出色，但是穿它去打一些高强度的比赛，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虽然它在鞋面的支撑力度方面确实有所
欠缺，但是它在包裹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Freak5所使用的鞋楦是一个正常宽度的鞋楦，对于脚型的适配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除了大宽脚之外，基本都可以适配。我略微偏窄的脚型穿这一双鞋，在做大幅度变向的时候，由于侧面的鞋面会有一些兜不住脚，脚在鞋内还是会出现一定的位移。不过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整体的锁定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鞋脚一体性十分拔群。而出色的鞋脚一体性加上优秀的重量表现，穿它去打全场跑动的感觉真的非常爽，穿在脚上球鞋的存在感真的非常低。而鞋面内侧的动态鞋带孔与中底的连接点就在足弓处，很好的解决了这一双鞋在中底方面没有针对足弓进行支撑加强的这一个问题。穿这一双鞋时间长了，也不会出现足弓处的疲惫感或者是不适感。在稳定性方面，它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较低的中底重心加上合适的中底硬度，大底在前掌也做出了非常明显的加宽设计，稳定性表现非常不错，并且在稳定性有保证的前提下，它在灵活性方面的表现也同样十分出色。较低的鞋帮加上弧形的大底造型，穿这一双鞋做一些变将之类动作的时候，双脚不会有过多的限制感，感觉非常棒。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级，这一双鞋算是我今年穿过在耐克旗下比较好穿的一个鞋款，它的重量足够轻质，鞋脚一体性也非常出色，它的实战表现跟字母哥本人的打法还是挺适配的。虽然它的鞋面强度略微有所欠缺，不是特别适合变向狂魔，但是除了特别痴迷于变向的朋友以及比较传统的内线球员之外，你们都可以选择这一个鞋款。这一双鞋的实战表现真的特别棒，相信我，没错的。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